火脚岩也是最吃香的。对，毕竟它的一个地形的话，很容易让它释放出来一些黑龙嘛，对，让它自己的一个熟练度够高。不过这个阵容的话，其实目前看起来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一些墓地，那这样点位是可以直接去找飞行家了。是，而且如果飞行家他带的是个单化险为的话，其实可能在牵制上压力也会比较大。没错。看上来这个天赋以及自己的技能会去携带什么样吗？有可上来是从墓地往红泥亭这边的话，飞行家他的一个动向是怎么样的？对选择原地蹲了。原地藏，并没有选择拉点，但是你这个位置没有脚印，很明显你就是在后边进行躲藏了呀。是，所以说现在直接进入到了一个追击范围，还直接抽了一刀，并且下本的话还是会慢一点点。可能对于求生者来讲影响不大，但是监护者反正就是更赚的嘛，我直接先拿个存在感了。可能对于飞行家来讲，我本身一直往前拉的话，视野比较开阔，是个大空地嘛，所以说不如我直接就选择在脸上的这个板区开始给你进行一个博弈了。没错，现在愿力值有点多啊，先钻，哦，背包脚晚了一点。是的，因为确实那个笼子钻过来的话，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拉开什么身位啊。但走的这个位置，这个板区是很明显，你进去也没有多大收益，因为它可以制造一个黑龙或者说是一个八字龙，它也能把你这个位置给架住。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背包已经是把它往这个方向去带了，对，所以说只能看这个板子能不能帮他多拖一会儿。是，现在只能给一个化险为夷。来的还是会比较早，因为怕晚一点会被你博弈倒，而且这边其实教授就跛脚人的人还是非常稳的。他被拦弹了回去，但是围龙并没有能拆掉，但他保证了一个无伤的一个救援，还是非常赚的。喷气背包直接交，一个高喷，但是这边想去捡鳞片，好捡到了，对，闪现弹到了，哎呦，这一波预判还是非常关键的。是，但这个身位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围龙还是可以放出来，再拿着这一刀。还是多突出了一些化险为夷之外的事件，而且包括说星辰那边是个无伤救嘛，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波求胜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但是现在节奏并不太够，因为你在1000制的时候还是在1分钟内直接被击倒的。对，所以说还是看一下后面这一波救援能够撑多长的一个时间吧。其实稍微去陪跑或者帮忙的话，可能会能拖出来一些时间的。还要再过来再给个化险为夷。飞行家现在身上并没有多大的一个牵制空间，手里只有一个喷气背包，但你想甩掉这个围龙有点困难。要不帮忙拆一下龙，大不帮忙扛一扛。看一下有这样的想法吗？但是因为飞行家他下来是直接往脸上冲的，而且两个人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看起来应该就是不太想管了。好，但这个龙的话正好是 Dragon 那边交了一下背包，所以说是没有围到。没错，密码机现在进4台，还差1台整多。这边是尽量的往椅子外再倒一倒啊，包括说可能你挂上之后再要去找人的话，可能也要耗一些愿力，多一些时间嘛。是因为其他的密码机距离现在的一个位置还是蛮远的。气象这边密码机马上就能亮，走过去的话是可以亮掉的，就算蛟龙也是可以亮掉，但他们还是稳了一些啊，因为这台还是少一点。打算再等一等，并没有选择强亮，先牵制一下。因为其实还差一个整台嘛，可能那个第5台会更关键一些。而且他也有点怕，等等这个位置的话有个车，强风吹得非常好。对，这个风要是能再偏一点的话，其实能借助这个车把它撞晕。那看一下吃一刀的话是可以带走这台遗产的，让其他人把这台85的给补开就可以了。是，完成了击倒。其实求生者在第一时间拉走，就是因为独栋这边是个地下室，一旦倒地下室没人能救。对。那这边的话，其实不太好去挂到，而且你抢挂的话，那边密码机会亮完直接跟下来的。可能要考虑换人，直接去守墓地。那狮子这里的话，手里还有一块怀表，看能不能逼出来。但交表之后，其实你不太好瞬间的击倒，还是要去拖一会儿。这边想躲一下他的一个催眠范围，狮子也是在追监管的一个位置。第2段只要能躲掉，现在就可以借助围龙去拿刀了。但手里还有个第3段，狮子一直想骗。只要距离够近，他就可以摇第3段了。第3段摇到了，没能拿到刀。是的，那还要再拖了，要至少拖完这个怀表的一个效果。现在愿力值是满了120的。梦幻小明现在节奏其实是比较着急，要赶紧把大副击倒，然后再出去控场，把外面那个新起的密码机再给控住。但是看一下，其实他们新起的密码机位置非常远，而且脸上这边教授就已经在给压力了。好盖是。
后撤过来是直接砸了个头，并且把笼子拆掉了。我是想着教授要不直接先去摸个箱子，给大副摸个道具什么的。那感觉他们还是想先给一下密码机的压力。其实这波狮子的牵制已经很成功，因为刚刚是120的愿力嘛，倒地的时候只剩30多点了。没错。梦幻小迷其实现在局面呢，它并不是一个平面，它还是能去争多的。因为你大副没有道具，同时呢，教授他也没有一个回光返照，无论他去针对哪一个人，只要击倒够快，他到时候传送也能拖好，还能去守一波门，去单个3抓。那星辰的话，这波鳞片又给挡到了，所以说又是一个无伤救，是这样会给到这边大副一些牵制空间。打到教授，可以先针对教授，因为化险为夷已经用了嘛。是。而且你这个教授敢坐车吗？坐车的话就可以用围龙了，围龙把他直接拦下来，照下来之后就直接拿刀。我这样的话是保证狮子他身位拉的比较远，因为本身他是没有道具的。没错。所以说梦幻小明只是知道大副的一个位置，但是磊磊那边是会直接点门，你还是要去取手，我直接管门，还是说脸上卡的这个人我要管一管？这个局面感觉最多就是一个3抓了，那边门口管不了，你一旦管了，这个人就能直接无伤救，甚至可以直接去摊门了。对，这边离门也会比较近嘛。哎，能找到吧？有耳鸣存在，应该是能知道这个大副的位置的。然后大副的话，其实离地窖比较近，就是不能被发现啊，不然的话很难走。不太一定啊。这个气象现在呢也可以直接在门口一直待着，给梦幻小明一种假象，就是你不知道到底是气象在卡他，还是说是大副在卡他。但这波其实位移的话，能看到狮子那边是露出来了一个身位的。是狮子现在直接跑到 S 板，换个位置去蹲。而且这边回来，其实耳鸣是有点直接传了。那这样教授就能被无伤救了。看一下现在来得及吗？来不及。对，还是能赶回去的。但大副现在已经被暴露位置了，这一刀是能直接完成击倒。主要梦幻小明他传也是建立在自己的愿力值比较的够用嘛，我就算传过去没有看到大副，也能及时赶回来。是。挽留张狂带移形。主要确实张狂这个点还是会比较依赖嘛，因为我拿到第1刀伤害以后，我马上开一阶，基本上你就是一个瞬秒。没张狂抓人可能就是在3台左右了，会不会更好呢？感觉的话会把他往独洞那边去逼一逼嘛。他在甲门这边方向是可以直接绕一圈的，所以说你直接抓教授，他一直利用2层阁楼，你这个双重惊喜并不是很好去预判，已经好了。一是有视野遮挡，二是有一些高低差。对。上来是直接找往红牛河的承载，承载的话也是往独洞去拉，已经进入到前面那一块长板了。对，想直接预判，给到了一个白球的，是想多给1层。是，不过也确实承载因为要规避嘛，所以说他的一个身位是往回拉了一些。没错。靠板区，只能直接盖了。还好没给到标记，如果再给到标记，等一下这个变身可能要提前变了。再给，没能给上。哎呦，蹭的还是一个白色标记，也很细啊，还是躲掉了。那这个双重惊喜其实就废掉了，给不到。兔这边现在前期节奏有点伤，因为2次双重惊喜只给到了1次标记。对，就一开始的那一个嘛，后面那个追击环节中都没有给到标记的。现在监控者是比较急的，因为他胜率是带了10场，对于他一个追击并没有什么一些加成。那等一下这个密码机你要再拖一拖3台全亮，你这个市场可就踹不到了。是，而且承载这边的话是提前教了一下变身啊。对，再变身，大不了就慢慢打。对，这不敢翻吗？直接翻了。主要这边的话，兔子这边确实他那个分身还是在一个冷却的时间。你一抬手，他就会直接变身。再变。是。直接打掉了。这个标记打掉。能给到这个红区吗？给到了。但是现在的话，主要密码机好像都要亮掉了。唯一的是脸上这台，对，男的这一台，看有没有机会对他来讲踹一脚。求生者其实是意识到了，知道他带的是一手时长，想要强行修开，密码机是直接踹到了20多。那主要救人位还是会破的会慢一点啊。没错。那另外一边是一个无伤救，因为毕竟救木偶师的话，你没有化险为夷，它还是有牵制空间的。对，能硬拖出一个化险为夷时间。给到的还是只有一个粘土标记，想再给焰火，这干冰给不太上，趁着裁判想回头去翻窗，但这个窗户他翻不了。好，那这边的话，承载还在用走位去规避，正好在那个干冰的旁边。对，
给到恐惧之射，监护者这边也是完成2阶。节奏上对于求生者还是比较偏平的，争不了赢。需要再看一下这波通缉到了救人的守墓人。对，还好他手里有铲。而且另外一边的话，沉默人其实又已经出发了啊。是。对，能帮这边守墓人有一个贴乙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可能外围拦截真有机会是救不下来的。对，也怕守墓人这边双倒，想无伤，无伤救了下来。想硬摊一下守墓人，把守墓人只要能打伤了之后，后边的节奏能多一个，至少能让他密码器不敢修。但南这边躲的也是非常好的，没有给到你这样的一个甚至拿半伤害的一个机会。对。到后边守墓人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去修了，同时现在也看承载这边能不能拖出化解唯一的时间，能拖出来。拖出来了。是，再缠的话就可以直接变身了。不止因为现在是想要直接一个双惊喜架住，然后2侧标记直接打上。承载这边也是提前意识到你想打出这种操作，所以我提前变身。那这样的话呢，完成淘汰以后，对面的密码器还是会差一台。是，得看一下他这脚市场要不要踹出去。如果踹的话，其实那台40的就会归零。不太好管啊！他现在面对这3个求生者里边，只有教授一个人是没有带火光反照，但是他现在敢去赌吗？我觉得他并不太敢赌。主要之前的话，其实教授也没有太露过面啊，2次救人，一个是魔术，一个守墓，所以说他也不太清楚。白纸现在也藏起来了，外边只给到了一个南，让南进行牵制。等下论救人也是让魔术来救。这个标记，插个焰火。这南的话，其实移速也会比较快，因为在铲子底下。是终于打了出来。外围马机已经一半了，还差半台。脸上这台其实他们已经放掉了嘛，而且素质也不打算用自己的技能了。现在到板区博弈了，那就看一下能不能在压好之前再有一个手椅啊。这个车只要能上，这个密码机是至少能压的。对的，因为那边是2个人在合修啊。要不切船？那传过去其实可能也会比比较多的一个进度啊。刚刚要传可能还行，你等一会儿再传来不及了呀。对对对，因为毕竟上3颗标记还是要时间的。对。如果说是刚刚一开始传的，他密码机也就80%，你其实是可以摊一下他们的节奏的。有一个飞轮。对。因为你本身是没有带挽留的，所以说这边魔术你还是要追一会儿。墓地里硬拖，现在就是为了一个保平局。兔子一鸣现在也没得摊了，因为他自己的传送也已经交，那边门口也守不了。对。主要是正好守墓人也坐车过来了，其实2个人的话都可以走这个墓地门。绕上阡陌，想给到这层伤害，给是给到了，只能挂人。并不能去，哎，等等哦，这边是直接去冲往一个墓地门的方向，拿不住。而且本身的话，它还有一个残铲，这边的话应该是赶不太到了。空中飞人也没有，刚好。那只能支撑你从墓地里出来嘛。是的，也带挽留，拦不住人了。对的，2个都是个满状态。那这局面是完成了一个平局，都囚徒就看我追的到底有多快。但基本上囚徒前期的话也会尽量，出了大房以后我就直接倒到那个角落里去。没错，就是你就算带了一手失常的话，因为那个角落其实辐射到密码。能断掉你隐月，我能多绕一圈；断不了你隐月呢，我就是在一个2台密码机进度就倒地。是。我们看到选点的话，他们是把冒险家放在了木屋。是。那其实梦幻小明的选点离他还是会比较近的。给冒险家放到木屋旁边的雪堆，好像也就3处吧。对。直接去往小木屋找追根这边位置。刚刚说这边的话，其实能躲藏的位置会比较有限啊。直接开藏。主要梦幻小明他没有选，没选大房旁的话，其实就有点想去找一下冒险家。对，这里还有个地下室。那就不太好找了。对，梦幻小明不知道会不会去地下室里面去赌一赌，还是想要去找一找，因为他觉得如果说我能第一时间击倒你这个冒险家，那这节奏我就可以去直接摊4了。但其实冒险家这个角色你找不到了，只要开局第一时间没看到，让他开始蹲起来的话就不太好找。主要他越跑越远了。其实按照距离，他并不可能会直接拉得这么远，会不会往右边偏？没有往右边偏，那找人这个时间会耽误到半台多了。但其实你已经选择自己的狩猎本能刚刚丢了，他觉得自己的目标里边已经是出现过冒险家了。是，确实在他的视野里。哎，狩猎本能又丢了，能意识到吗？知道了，看不到而已。还在找。主要找冒险家的一个风险就是，你只要找了就回不了头了。对。你不敢冒险去找，而且他也不敢赌旁边那个窗口有没有。没有能想到。密码机现在已经耽误到了1台多了，1台半去追击到第1个人，但是这追击到的是一个磊磊火灾，直接去往大房。那这样的话，其实2个破1位还是在外面啊。是。
放个气囊一弹，哇，差一点点，感觉刀都已经挥出来了。对，进行波板区波翼直接盖了，没能抽到刀，要不直接交闪，并没有选择交闪。就感觉你交了闪的话，只是开第一刀，他手里还有一个气囊，哇，这个还挡住了他的一个路，直接板了。他现在影月其实空了，不过好还是能拿刀的。对。碰到节奏耽误的有点多，外边影子还在吗？好像也回溯不了了。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因为你前期2个气囊一个都没处理，如果一直让磊磊在这边绕的话，他可以反复利用到自己的气囊加速，而且这个遮挡你还是会比较难受啊。回溯就算用了，他其实也可以在楼里面接着绕，这个窗台是能用得上的。前面有点追不上他的，而且你闪现是已经交过了嘛？对。要看外面的密码机进度已经是2台整开掉，加冒险家身上有半台密码机了，已经有3台多了。是。你看磊磊能不能再回去找到他一开始的一个气囊？感觉现在距离有机会，有机会。这个板子是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就干脆往角落里倒了。还是尽量拖慢自己的一个倒地时间啊。对。而且这个位置的话，你很难去干扰到外面的密码机。看依旧是10来9分。哦，野人已经来了。狮子来了。因为毕竟是个对角线在大门那个位置，所以说倒地一瞬间就已经是骑猪往这边赶。那这样等挂上的话，密码机已经是差不多快要压好了。他压个满密码机是能直接够。对。压过半一点，他其实就够了。因为 Dragon 那边应该是刷在了圣诞树那一边，现在开挖了。那得看一下冒险家能不能说来进行一波2救，但是他得优先把密码机给亮掉。他可能都考虑不2救了，就只是要把这个树叶挖出来之后，这密码机就给你强亮了。好，救了下来。挖出来的话，那台30还需要他手修个20的进度。对。好，这边想打一个双倒，打双倒没什么问题。再往大房这边去拉一拉，板子我记得好像还在。然后是收一下气囊，因为可能他在开门战的时候是一个上挂飞的状态，所以说还是保证自己手里有个道具。66，冒险家这边是实业选择了一个新起的密码机。对，可能那台30是磊磊的那一台。对，30是在大门，他不想要多跑那段距离了，所以性直接修大门。而且他先亮掉了，所以说这波让他来救也更稳啊。因为就算你想针对冒险家的话，我有化险为夷在啊，可以硬拖你一些时间的，不会说我救完人直接被你给秒了。那磊磊现在必须要牵制到25秒左右的时间。可以的，因为他有化险为夷啊。对。只要救下来就够了。他不能化险为夷直接倒，因为你现在冒险家他位置比较尴尬。而且我都要对梦幻小明一定想再去多拿一些冒险家，因为觉得你可能是没有带有一些回光返照的天赋。是的，好弹，直接把隐约给断了，再往大旁去接着一些窗弹。现在其实就可以直接亮了。对，因为前面的话那块板还在，你这边技能已经切过了，你又没办法瞬间闪过来击倒。那门的话已经是踢到了，门肯定是能拖开的，现在就是能给冒险家去拖延多少时间了。冒险家想要直接走这个慢翻躲了过去，是双方在博弈。但你只要挂上了之后，大门那边肯定是能走。冒险家在蹲地窖啊，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反而更难去管到他了，因为他不在门的位置，你的传送只能传到门。是，那就只能拦不住了，只能去堵一个月亮门。是，那另外一边的话，两个人赶紧走啊，等人飞天动画结束，这边就跳地窖了。对，地窖是能开的。那 GW 是在第2局的上半场完成。3跑，所以说这把其实对于兔子来讲，他先想着保平，那这样的话大小分都能拉平，而且到了第3局是他们进行一个选图。没错。还选割据，中场的点位不太敢抓。你空军方的大房就是过来帮忙交一把枪，只要是你落地的时候我交一把枪，你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躲的。你也不可能带个兴奋吧？面对这个阵容，你要带兴奋，你就得前期直接冲着空军去了。哎，木屋选择的是一个变换，然后中场选了个冒险家。上来几波隐月是直接去往小木屋，中场因为位置太远，并不是很敢去找这个冒险家的位置。对，好像也是想着试一试吗？并没有想试，稍微看了一点，但是，主要的一个目标还是变换的。没错，去往3板，变换这位置要是想往小木屋拉底，先绕一圈，想要直接往月亮门带交钩，那这个点位是有可能会拿到1刀的。对，这边的板子都是比较短的一些板啊。没错，好利用回速。好，已经是拿了1刀了。想交钩直接上楼梯，这位置能来得及吗？来不太及，交钩的直接上去了。这边的话稍微断了一下，要回速，所以说这个身位拉的是非常非常开的。没错，那就只能等闪现了，闪现然后去拿到这第2刀。
这位置全部人都已经拉到1楼了，我感觉想要有一个闪现身位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啊。没错，因为他手里还有一个钩子。至少他现在一个正常拉点就是保证是在一个2台多了。哎，这里想要直接交钩，又回到了2楼上，是在上楼梯，自己的窗台还没好，所以这位置并不能拉得太远，只能直接交闪了。不然的话，这个追击节奏被拖得太久。对，交闪拿一刀，密码机现在一个3台2台半多。冒险家那边是有一整台的。是一个将近3台的一个进度，是看到他们第一波的话，空军已经在往大房靠了。没错，大房这里应该是没有第2室的，啊有，好像是有的。等一下看这边求生者怎么去救。现在手上是没有道具，是救是救不活的。但这把枪能保证空军是有机会无伤救，看他怎么样去救。大房1楼板子还在，但是你这个板子盖完之后，对于歌剧其实他不动不痒，我还是能进行一波快速追击。是。要交枪，让城本人这边拉开距离，想要直接上楼，利用自己的窗台，在外这边再去拉一圈。那看野人能不能把自己想要去补密码机，密码机到时候补量之后再过来帮忙保一保。那看一下冒险家那边是直接用了半张输液啊，现在手里有半台，他们的密码机还1台半，3台半。那看一下男的话有贴过来。有过来了，是想拿猪去拱一拱啊，看能不能卡一下位置。隐约是打断了，你蓄力刀，但是盖不了，还是能击倒。对，你的身位已经很远了，这边也是稍微的干扰一下啊，因为想保活还是不太现实。是，对，尽早的去下周拖一下自己的一个骑行 CD， 这波就压满救啊，因为冒险家那边输液又是一整台，然后就看空军的那一台密码机可能会慢一点。毕竟现在也是有人上椅，加上他是救完人再跑过去修的。对，现在机子只要是能压满，你压得死一点其实就能够，因为冒险家能把自己的密码机直接亮掉，然后再过去帮忙空军一起去修。是的，而且你这波是有化险为夷的，不过因为你交了飞轮啊，所以说兔子这边应该也知道你是没有红光反照。那你这里还好救吗？我怎么觉得不太好救？哎，打椅子啦！他是预判的男士直接上手掏。这个救并没能完成啊！这个骑猪也能直接跑，那外面密码机就能直接够了，因为是2个人在进行破译嘛，他也把自己的水野直接安上了。是的，就感觉他还是有点赌那边密码机不够啊。但其实刚刚就算，因为他是先看到你没有红光反照嘛，觉得你吃不到那样的一个效果，就算压好了也无所谓。是的，南刚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他并没有选择骑猪过来，并且也暴露了自己的飞轮。你个野人，你不可能不带化险为夷。那刚刚情况，你要让监管者直接去逮着你这个野人去抓的话，他这局就能去优先保平。对，因为你那样保证这个人他是救不了，吃不到红光反照效果嘛。那2个人都在脸上，你亮了的话，我直接把野人挂了就可以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3跑了。对，也是拦不住的。这边变换也是在拖一拖时间。感觉还是那波传过去之后太急了。对，因为野人他已经是个半状态，你传过去的话，你一定会先于他到达椅子。这个时候只要能不能堵到他脸上，如果没堵到脸上，就算你绕了很远去对他进行快速击倒，但只要他拉开跟灵柩的位置，但这个小说家抓不得呀。对，其他人确实不太好碰。对，而且你碰了他的话，也一样，你后面会有个灵柩摆在那，你不知道他什么时间会给到放在哪里。他要是不带移形，前期这点就能给他拉扯拉到2台多。那你要说不带移形，你带个……那其实对于监管来讲，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点。对，至少我前期贴到的是，我最想追的一个人。是的，抓他最适合就是带一个移形了。只要能逮到他，其他2个角色就因为追入令的话，前期你不太需要一些技能上的辅助，是对，你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个本身的技能就可以击倒。对，那后面他得去找。先攒一下能量，看一下白纸的话，已经上2楼了。是的，这2楼只要一上，你这个监控者也是非常不可了，只能继续跟。前期的话没什么办法。对，得先把他给逼下来。但这里好像是能弱风直接粘吧？看到城门是过来帮忙了啊，不然的话，很有可没有这个球的话，可能在进板之前会被吸住了。是，只能接着抓入殓了。如果说你现在直接换人，那入殓就会帮他反了。想换还是想换一下试试？因为入殓现在你要是想去反，只能是反到大房去。而且的话，确实刚刚陈某人已经有一个气囊被消耗掉了啊，所以说这边那耽误到自己时间的也是比较多。你现在移形不太敢交吧？
还是要确定一下球生的一个位置。对，哎，有点丢失脚印，还是往左边去了看得到，对。位置实在拉得太远了。火灾现在还有个窗台，这个位置要能再接个窗台，还能再去绕个一圈。直接不绕了的话，能粘，但也能翻到这个110窗里。板子直接盖，这板子是必踩的。想交移形加点，不敢翻，有点骗啊。是，对。沉默人这边有点怕，他怕你万一带个闪现怎么办？再交移形。这边的话，可能要倒了啊。是震慑，那另外一边这个灵柩是有在给他画，已经画上了。因为你移形是交过了嘛。你只要移形交了，他这个灵柩就给你反到大房了。是。佣兵也不需要救。直接接着修就可以了，而且热炼师的灵柩用了之后，他也是专心破译就可以了。没错。还在给他挪到了大房，尽量的是个对角线。对。这位置应该是能来得及上2楼的。来得及吗？好像现在有点不太确定了。这个强风到时候还能再去帮吸啊，来得及。反弹吧，反弹直接上2楼。而且主要，如果你身位不太够的话，旁边还有个小说家虎视眈眈盯着你啊，实在不行给你一个超远的换位。强风吸，但是吸错了方向，直接换位过来帮忙砸。然后小说家现在就一直跟就行了，哪怕小说家现在倒了，其实都是赚的，一直帮忙扛刀。现在就拖他一个人扛刀，其实换的佣兵跟入殓2个人进行破译。其实只要最后一波还有一个化险为夷是佣兵来救就比较稳。是。那承载的话，他的第2个隐喻已经是吸的差不多了，后面稍微看一下就能出来了。其实可以接着帮忙扛的。那可能西风过来有点2个人的位置分的比较开，这里稍微会干扰一点遗产。对，就是2个人都在这儿。是。但这个人的话呢，其实又最好让佣兵来救啊，不然的话，其他人来救打个针对就直接淘汰了。救下来，小说家要不要过来故意给一刀呢？然后让佣兵去帮忙扛，还是说佣兵现在想故意给刀，然后让小说家来继续帮忙保？小说家先把自己的一个隐喻给吸出来，然后2个人一起卡位，直接堵上路，故意吃一刀。但大方密码接战他也破译不了，你佣兵敢过来破译吗？敢过来破译，其实兔子佣兵会直接换抓的，打完你一刀，然后我再交移形去追这个火灾。因为小说家是倒了，但主要这样的话呢，密码机其实差的会比较多，因为你最后一台是需要佣兵跑过去补，但那台只有30多的一个进度，这个人还是很难保活的。这关键还是去修了。50是让那个入殓过去了，因为入殓会稍微快一点，但这样的话还是能在挂飞火灾以后把小说家给捡起来。对的，小说家应该是起不太来的。他起来了，他就会丢一个绝处逢生。是，就知道你有自愈了。再换位，那前面的话有加速，感觉密码机还是不太够。能击倒。主要他没有魂光返照啊，所以说压不压好的一个意义不是特别大。飞轮也交了，一刀，那累不了啊！看他们是不是要再过来去救一波，还是直接亮了？觉得你的移形是交了。这门我是觉得开不完，佣兵现在必须要给他一点耳鸣，然后仗着自己吃一刀，然后直接去出门。4个弱风，现在那门还有个10秒，9、8，能量会比较多。5。那应该还是那门还是开了，对，可开的，是能开。主要这台密码机其实离门还会比较近一点，你现在除非能把入殓给吸回来啊。哎呦，但他是有差一点，他在卡那边，对，不在你的西方范围之内。这强风要是能给入殓师吸回来的话，毕竟还是会比较弱势啊。如果你在蜡像脸上，你要先看完它再去作画的话，基本上不太会给到你这样的机会。你上的蜡可能会上到很多。没错，那玩具是要选大房，然后画家选择门口。气象，然后选择一个角落带一个都可以啊，一个是往那边的断窗去转，一边是去大房。对，但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蜡像，它肯定是带移形的，你踩了这个跳表，它移形直接跟上。那就得看你前面的一个状态能不能保证，也是尽量的无伤时间久一点。看他移形，直接去往大房，毕竟他这点位就是要追画家的，先把密码机给封了。哦，这个门稍微卡了一下。是。他想预判一下玩具商先放跳板，对，想去找星辰，但是跳板还没有先放，想从中间去绕一下，但是玩具商其实站在那个拐角处是可以看得到监管的动向的。他有个提前预警的方式，但是你这个位置并没有套路到玩具商，就只能换人了。想追气象，对，找 Dragon，
这个耽误自己密码机耽误的有点多啊。然后蜡像其实最怕的就是逛街嘛，对，因为本身它的蜡是很容易叠满的。找大房的画家是可以找，但是你现在又跑过来找气象，其实气象就可以利用玩具商的跳板了。同时在这个位置后边的板子一盖，你的蜡像就很少上到了。这边还是能够跟你绕一会儿的。是，云底用了，不用技能，这个蜡上到80了呀。现在是画了一个从云的，直接上2楼。这里能定住，能拿刀啊。也是一个满蜡是拿刀，不过就是他应该很难再找到别人的一个辅助了，因为手里是有移形的。移形架住，你现在在 CD 中，我可以直接击倒你。对 ，Dragon 自己的道具其实我是觉得可以再绕，没有那么高。对，它其实是可以早点用云的，因为它可以避免掉很多的蜡像。我可以绕个圈啊，或者说我再跑到其他的点位障碍物后，我去躲掉你这个规避蜡像。就哪怕你用了移形，你也只是用了移形去拿着这第1刀而已。是看密码机的话，其实也比较快，因为毕竟你前期是，找了很多人，而且这个蜡块没有封到密码机啊。现在想要把密码机牵制够，牵制到一个3跑点，必须要接入到玩具上的跳板才行。而且，对于 Dragon 来讲，也有一些机会，就是他的道具还蛮多的。不过他们是没有打算想压满，压满就压满的话，那就得修开的2个人至少有一个过来保了。等等，画家过来吗？但 GW 这边求生者是需要争3跑才行啊。那我去打一个3人3跑。或者如果保平的话，是可以保净胜的。他们现在也是有点需要胜场啊。主要是直接卖吗？可能救了加打团，他会开2阶，现在只是一个1阶蜡像。梦幻小明，反正这边一旦要被淘汰掉了，他肯定会去找玩具商。你玩具商这个就算有跳板，我只要把你的前期给你耗掉，或者说是我拿一个闪现我就针对你了，那你也跑不了啊。看怎么去说，找星辰去了。把他的跳板收起来了，有点知道你可能要冲我这边去找个2手节奏啊。他到开门战一定要剩一个跳板，不剩个跳板他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能力去争一个3人3跑的。想骗红光了，又开始一个找人环境，但现在还是卡在那个拐角就可以看得到的。他知道你的位置，现在跳板直接飞，并没有开伞，想把这个伞直接利用到后边的2楼，移形接近。但这个移形位置会远了一点点，对，然后是让星辰先第一时间进板了。是能直接拿刀，能用飞轮规避一次蜡吗？回头一盖，用砸板规避了这个蜡，是，那还是相当于消蜡了。还能再拖。那还是蛮有机会拖到这个密码机压好的，因为后面的一个速度会比较快。没错。想吃这一刀，然后回头去踩这个跳板。跳板，他刚刚是省了这个滑翔翼的，对。是的。滑翔翼开去窗口，尝试躲一下蜡像。这边。这里要绕的话，基本上是要蜡吃满了，看能不能用飞轮。看一下这个飞轮能不能消一波了。飞轮应该是也想省一下。可能是想要省。对。他因为现在的话只是一个半挂，还是能接受波中间有一个地下室。是的。这地下室只要挂了，就算给个化险为夷，他出来也是会被定住的。同时，现在监控者也会有个2阶，只要过来救就会有2阶。他这刀会直接拿。如果是守墓来的话，看有没有机会绕的点比较好，先把人扯下来。一招不太好走。梦幻小迷他的移形会还好的。对。玩具商这角色最怕移形了，你移形一旦接近，蜡像就在底下一直待着，就看着你，你什么时候下来，我就直接就是弹弓一直给你上蜡了。而且这边提前拦到了狮子的位置啊，所以说也不太存在我在你脸上直接下去把人给扯了。是，还是要吃刀的。我下来给你刀。这落地刀打成功了，但现在他也不急，我就慢慢给你上蜡，等给你上80的时候，我再拿你第2刀，再打个落地刀。守护人的落地也不着急开，还是优先一下玩具商那边啊。上个84就不急，就等。你要给我拿平刀，我就平地先拿，再给你上一点。因为你现在想要走地窖，监控者现在也知道，只要你在空中，我就给你定住也可以的。上脑。这样的话有个压起身，压到了。是。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有机会去争一个多，因为另外一边守门人刚从脸上过去，而且磊磊那边贴门的时间是不太够的。随时可以切着传送，不过现在先交移形是最好的，因为他可以直接拦住守门人，或者说也能回得来。对，他已经看到了中间卡的救人位的一个位置。不如想把门封住，想等一等守门人这边点位，去保平。那人应该就不太好拦了，保平的话也够了，是因为是先拿胜场嘛。对。
他切了个窥视者，窥视者这边是守住好椅子就可以完成包淘汰，那这样就能完成平局，也能直接带走 GW。也是让我们恭喜斗五。是的，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这样也是打了一个3局。其实刚刚我是觉得就以这边他的技能怎么选择了，会不会去带一手时长？因为这个阵容本身就要追的比较久嘛。如果说你想快速终结，那么可能说带个窥视者或者带个闪现。如果说你想去争更高的上限，可能可以考虑说带个时长。是，但这样地图的话，首先面对的整个求生队，那这样如果监管者想去锁大船的密码机的话，可能就只能去抓魔术师了。木偶师这里是相对来说不太会有危险吧？我觉得。因为海边的板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跛脚去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可能被路易给消耗掉很多的愿力。看一下，但他还是选择不去魔术师那边啊，去海边直接找木偶师，抓木偶师了。君少天也是提前往海边的双板区转。这局少天是没有任何牵制天赋的，只有一个化险为跟回光返照，必须要抗压了。这波还是得看他教路易的一个时机。先处理掉一个板子，来了第一个围楼。是的，佩佩的天赋上小天赋是有携带了通缉啊，好像还带了崩坏。佩佩这里也是想多拿点存在感嘛。先拿了一刀，因为在海边这个点位，反正你也转不了太远嘛。对，但是该正常来说就是3到4个围龙。是。少天继续打，非常果断啊，直接教路易拆龙。反正我就是用我的状态去换你的一个愿力值。那我继续拆，继续教。对，我继续教，继续拆。好，我帮你拆，这是。但是前面那个板子有机会进吗？8秒持续时间还是很久的。是的。那佩佩闪现好了，这里可以省愿力，看要不要交了。如果你要等下一个围龙的话，又得等到40，其实时间就拖开了。是的。而且他还挺怕的，就是万一你下一个围龙，对吧？他给你用一些什么走位，或者说你自己一个小失误，那么拖起来的时间可就是30秒左右了。所以干脆果断一点，早点闪现。外面的队友呢，也不能修得那么安心。是的，鸭哥前面说到这个通缉就很关键，你看这一把通缉到大副，所以得让教授大龙过来救一救。但是这里会有一个拦截的风险，骗了一下鳞片。是的。哇，那愿力还够40，能把他罩住，不一定好救了。对。鳞片，哎呦，大龙非常的精准的一个弹，那这波还能给到队友一定的牵制空间，没什么愿力了。拖到化险为夷接受末世，还能教路易，这波要死扛吗？直接想扛到倒地，针对到打到木偶师，对，因为放弃扛了。当时大龙他是猜测什么呢？猜测佩佩的愿力值是不够的，对，我可以去扛这个1/4的刀，但是你愿力够了，那么你要把我打双倒，我是不能接受的。是的，他的反应也非常的快。如果说你放龙 ，OK， 我直接把飞轮给交了，但是你没有放，你平地刀，那么教授他扛是没问题的。对，反正他有一个小鳞片嘛。是的。那这样套上化险为夷以后，应该是大副得过来救了。这波大龙还在脸上，还是被通缉到大副，不过还好提前来的比较早。这波应该就是正常摇表救人。没错。2个化险为夷套密码机应该只差1台。是。这个围龙打到了大副，那这样大副第3段表摇掉也没有摊双倒的可能性。针对君少天，那这样君少天倒的离椅子远一点。是的。尽量让佩佩这边挂的比较久一点吧。这波感觉追木偶师求生者有个亏的点在哪，就是他们的化险为夷带太多了。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没有化险为夷的人来救，那么君少天下移可能是还有多牵制比较久的一段时间的机会。但这局带的是多化险为夷嘛。多化险为夷还是比较稳定，20秒，万一路易这个只有8秒不够。是。密码机好像差的还是比较多，传送过来，直接想续节奏。脸上只摸好了一个大龙，一花先走，这有鳞片博弈一下，偏还是顶到了，那得拆。完美的一波木压，但是愿力还比较多啊，还是能够去秒掉这个教授的。不过还有飞轮，就看一下教授的一个牵制位置吧。光一个飞轮其实没什么操作面。是的，就他得往那种能够不被你直接拿刀的方向去走。这波钻的有点多了，但最后飞轮没摁出来。这一波飞轮摁出来能废掉的。对，龙子应该快消失了。因为这边的障碍物其实还比较多的，所以佩佩哪怕跟砖，他也不能第一时间去拿到刀。刘华修的木屋，那是最后1台，然后魔术师在补前面的1台船尾机。是的，但是你3队要补量的话，那救人太
太危险了，太远了，你船下如果补开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救下来了。只能先往后撤。一花这里撒一下手，骗一下，吸一下佩佩的一个注意力。嗯，但佩佩也知道你大副来救，那最后没人修机，你救了也是白救大概率是不可能来的。啊。就看3岁这一波能不能悄悄的摸过去。但是你是摸过去的话，人也要过半了，所以佩佩如果逮到人是可以直接逼救的。而且120愿力，只要在这里能发现，都还救不下来。没错。3岁手上是有一个飞轮，然后也有自己的魔术棒，他这一波救援是非常危险的。对，一旦救不下来，又没回光返照，还是想来吗？是的，一个慢翻，那这一波可以双弹加反弹往外拉。哦，手上有鳞片的，先放拆，哎呦，再弹一波，又拆，但还有拆，还有龙要拆。是的，先交魔术棒，教授要反向飞了钻，没错，这一波几个笼子卡下去，3岁根本没法去卡这个淘汰进度了，而且那边大副也是提前放手。是，那要传吗？应该要传，冲着4抓去打要传。这里一个围龙过来，逼出一个怀表，应该还是要等下一个龙。是，怀表期间不太有机会拿刀，尝试打一下，要拖嘛，反正后面2段表没摇啊。对，第2段表没有续。那现在一花的走位，看一下佩佩能不能找到。想压一下脚步，直接贴脸，看到了，哎呦，还是找到了啊！那这一波3岁一直破1，他挂一花就有可能给到3岁去跳地窖的机会。因为地窖的话，后大船甲板面对只能拖个传送出来，看有没有机会了。是，准备先放一下。哦，拿这个围龙来压搬运。嗯，搬到大船下面。这样的话，哪怕一花交了志气，他其实离小木的密码机也比较远。是。他只要站在大副身上，然后拖这个愿力就好，拖自己的传送。嗯，反正你爱开不开吧。大副也没道具了嘛，开门战基本上就是一个围龙的事儿。没错。 3岁也不修，应该是想拖大副自愈，大副交自愈以后再往小门拉一拉，没错，拉开距离。但是看能不能这个自愈一交后面可以不挂的，传送也能拖出来。但是他有一波回光返照的机会，就如果说能够在小木屋稍微拖一会儿。 毕竟回影存上图比较大嘛，就是大船到大门去点门这个动作也需要花20秒。但求生者他只有这么一个操作方法了。哎，再想搬一波吗？前，然后大等围龙结束，是的，摇下来。这波大副得往小门冲，反正一定要离大门远一点。说，这样其实我个人觉得求生者是有机会的。 你看也不太敢亮哦，亮了，直接亮了。那这一波空地应该是要直接秒掉了。自愈，传送已经好了。对，3岁也不太敢点门啊。是，因为他是有报幕的，这一波是可以看到3岁有没有往大门的方向去的，就看佩佩接下来的排人排得如何了。毕竟大副也没上过椅子。 有通缉，刚刚肯定是有报幕，看了一下3岁的一个走位，3岁应该是骗了5秒的去大门，往大门一看没耳鸣，哎，那这个人大概也知道了呀。是的，要么就是在大船，要么就是拉到双11去了。没错，往前面走，3岁在最海边。哎呦，佩佩觉得应该是没点大门去双11了。对，那佩佩这一波其实还在椅子附近啊，所以3岁也不太有一个能够把人给掏下来的机会。嗯，他现在就是想着怎么能够苟住，但是在大副挂飞之前，他是有可能再传大门，他以为刚刚没排干净。是的，3岁还不管不顾就趴着，只要掌握不到位置。嗯，那这个时候佩佩甚至觉得3岁会不会到小门了？去小门点了啊，对，但是佩佩的愿力只是暂时不太够，所以也去不了小门。哎，察觉到了，你有没有可能在海边再往前走走就有耳鸣了？有，那就确定了，就在最海边，就只有一个角落了。对。 那这里愿力70、80，看了一眼没有，能找到吗？这个小破船确定了，接下来就看3岁的操作了，是有没有机会走一个？先钻龙，2个魔术棒和一个飞轮，这边先把龙拆掉，再补一个新的。对，魔术棒在冷却，而且地窖的话还在远端。哎呦，刚好卡在了海边，这里还给到了一个加速，愿力有40。是的，没飞轮了。 还是要被架死，没错，应该是走不了了。挽留还有6秒，5、4、3，哇！最后极限的挽留留下了3岁。是的，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佩佩拿下一个4抓，能够很舒服的去补一下。
闪。更何况，如果说第一个人挂飞之前，对吧？他有一波通缉到了冒险家，那么对于东玄来讲，他续节奏的锁住海边的密码机，然后你双11这个人，无论是魔术还是心理，我都照抓不误。这样的话，魔术师得跑图，那冒险家在脸上大船这个点位，感觉看看他执行什么。那果然去冲着猫猫来了。没错，往双11的方向走。心理这一波也要比其他求生者多消耗、多吃一刀，那就看东玄在木屋的处理了。猫猫直接拉点，而他这把也是没有带黄反照啊，毕竟求生者这把只需要跑一个，带了飞轮加化险为夷。对的，那这个位置稍微等一等愿力。哎呦，一个过板以后回身的抽刀。对，这一波预判的还是比较精准。那这里愿力已经攒到100了，还想过板平地拿刀。哎呦，真拿到了，等于说平地拿2刀，愿力值满了，那这个心里感觉有机会能秒掉啊。是，飞轮已经好了，但是这个地方还想先绕一下骗出刀。进，但是好像在最后1秒的时候拿到刀了。没错，那这样再一个围楼应该是能秒的。哇，好快的击倒！而且这一局带的是失常。没错，这一波往小木屋一挂，他一定会去中场方向去来一脚的。他是想挂到海侧看一下魔术师是不是修海侧。而且挂海侧的话，这里有3连，这一波海边有一个3连，如果说求生者这一波救下来的处理的不好的话，后面是有可能对海边到木屋3连的，一直被拦，就是一直被靠失常把这个密码机给控住。补一个围楼，先拿一刀，来守墓人还得慢慢拆。没错，但是他走的一个方向还行，也是拿到这一刀。对于东玄来讲有双倒的机会，看一下，哎呦那边卡了一下障碍物，不然钻过去是有机会直接把桃李给打倒，打双倒的。是，那这里拖出来铲子就没什么机会了，而且愿力消耗掉以后，这波感觉猫猫能上大船再去做一个牵制。他最难受的还是之前这一波手野的间隙，他并没有交出自己的时长。那如果说，那这里是把笼子拆掉，猫猫直接走脸来硬扛了这一刀。东玄再次消耗一个威龙，这个节奏已经很难受了。从椅子上下来，牵制了接近快1分钟了。他如果不摊，至少还能继续去想办法挂一个3连嘛。是的，单向龙，但是也没办法，他毕竟是需要去争这个4抓的。而且猫猫岛这个位置呢，也给到东玄一定的机会，可以把海边这台密码机直接给踹成一个0的进度。对，往海边挂。但是木屋那里应该是可以去起一起的。是的，一脚雷踢43直接清零。其实刚才猫猫吃的那个平地刀往上走，应该去跳那个洞往大门方向走会好一点，这样的话不会再压回来遗产。伤救套个化险为夷，这波心里不要想着牵制了，得继续往大船那边倒才行。哎，砸了个头。那我觉得这台密码机可能就放弃了，因为小木屋那边守墓人已经在破这个3连了嘛，已经归0了，对，没必要这台。是的，在这里多做一个牵制，多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但应该还是倒在这儿。魔术师想帮扛，帮忙再拖一点时间，又砸了一个头，换到了换血刀。外面密码机是一点一滴的在掉啊！东玄为了那一波打双倒，是让心里整个挂飞的时间延迟了很久，延迟了接近1分钟左右。其实加上冒险家手里的输液，这把密码机是快够了。是的，关键点在于你时长交了以后，你们后面没有办法去切传送，去快速衔接下一波节奏。没错，愿力手里很多。那现在只要等冒险家补到魔术师手上的那台遗产，密码机就可以直接通电了。守墓人是带了回光返照的，又一个铲子上了，愿力还够，应该还是能秒。看一下求生者这边可能还需要一波救人吗？直接交，是的，把输液全部交完。即使你后面能秒掉李宝，也有个人过来可以卡着。对他一定会在中场送一个人给你的。就你很难做到4抓了，求生者只想跑一个的话，直接选择传送。大门愿力还不够，等到愿力够，他想看一下中场那个人有没有在大门，就只能等一波愿力了。
如果能快速秒掉魔术师的话，还有点说法，因为小门有操作是没接到的。空间，魔术棒还在，杨洋反一个魔术棒走，反走，看到了，但是没打到。这里再钻八字龙围龙结束了。是的，那这边魔术棒可以再拖出来了，小门马上也要贴到了，再交个魔术棒，直接往海边倒。是，那这个时间完全拖够了呀，杨洋这一波。小门这里你没传送，你过不去啊！哎呦，这一波围龙想举过去，快点挂上。是的，但是最后是个平局啊，他愿力是绝对来不及去小门的。只能说对东玄来讲，这一把是真的挺可惜的。他就是那一波摊守墓人，又没有达到目标，又给到心理20牵制，太难。这个前锋了，必带移形嘛，是必带移形可能带个快签，就是息怒。求人这里终点站一个病患，然后鬼屋可能得来一个火灾调查员，起点一个 solo 去了。对，那应该这个悬点的话，只能去冲着病患去了。其实现在万金油会有一个 T 级啊，其实跟他们的一个道具有关，哎，确实，对吧？你像气象的话，平地起飞，它不需要任何的凭据。这把求生者是一个回光返照都没有啊！就一会儿也知道我在终点站可能被你远程的双重惊喜疯狂的抽，我就直接拉点了。提前往桥上拉，在你一阶开启之前，即使你移速快，你也比较怕拉点。哦呦，还是抽到了一下，是的，第二下也拿到了，这么高的熟练度。这个点位有点难受了，还没进鬼屋，已经上了双球。对，而且这样，而且他没有不会干扰密码机的。对，而且他还没有带双弹，只有一个飞轮。他应该是一会儿想办法，想在空中补一下，但是位置放的比较可惜。一个勾去坐车，这个距离是可以拿到一刀伤害的，原但是没有上到。对，刚刚封了一下他技能，其实还是有命中的风险性的。不过佩佩这一波追过来的话，一星已经好了，所以一花他不太敢直接上看一下下一个双惊喜。对，跳下来那可以勾，可以去坐车。哎，勾有点失误，不敢坐，得先给一刀。没错，这样的话可以一块坐，跟着上车。而且这一波确实干扰到很多密码机啊，点过了。对，干扰了不少，走鬼屋，然后起点的机械也非常担心。他机械娃娃也没有一开始就直接修的，是把娃娃给放着的。下来以后，这边下，就看这个飞轮能不能去规避一波伤害。空中飞人下来上滑梯，哎呦，惊下标记一下，落地，跟着翻。飞轮，双惊喜还在，但是双惊喜没有补上最后一颗金叉标记，是很可惜。那这一波前锋可能一会儿就要来帮忙了，打倒，看一下前锋的位置，有耳鸣，已经偷偷在附近了，那不太敢签啊。是的，只能先慢慢处理前锋。但前锋这把没带飞轮，带的是一个双弹花椒梅。一波上到了一个球，空中飞人拉近身位，想上双球，但是又失败了，只能交绕场谢幕了。提前小陀螺拉走。那这波可以趁他球的冷却，马上牵人。而且他有张狂的情况下，是很难在举起气球以后被撞下来的。对，但前锋其实也拖了一会儿时间了。对的，击退距离会衰减嘛。看一下第一波求生者的救人怎么安排。是远程交双重惊喜引爆3岁身上的金叉标记吗？好，先交一个气快来囊，救，让群少天来救人。这样有个好处，保了前锋的状态。是的，这样后面前锋还有一波操作空间。再上一个。看了一波火灾以后，病患还能进帐篷，能进百吗？进不去。那现在找一个前锋好 OB 的位置吧。没错，现在就得靠前锋把这密码机给拖够了。但疑心好了，他这波可以假意死抓3岁，把3岁逼走。有强行翻过来。哇，这波有点危险，拉球跑，那往外拉。哎呦，砸了个头。没错，他又可以拖自己下一波的球了。是的，不敢签了，还是得抓。成功废掉。这波砸头太关键了，能拖很多时间。而且这个绕场谢幕，3岁也一直在卡得很下。好。怎么说？前锋尽量不倒吧。哦呦，还是倒了。那这样病患，拖了个自愈出来，有这个飞轮。是的。那又要再拖一波佩佩的击倒时间啊！这边双重惊喜也没有成功打倒，绕场谢幕还没好，
那一花知道这里，我就硬卡着。直接硬卡角落。那倒了以后，最后的密码机其实也都7、80了，很多了。是的，主要是前锋往地上一躺，你也没办法去双挂。队友已经来到附近，一会儿救下来以后又能扛，又能前锋继续 OB。那边省一个绝处逢生，大龙把人给摸了起来。或者说最好能让前锋的化险为夷也交出来。是的，看一下这波就是机械来扛刀，然后让前锋交出这个化险为夷。但是有一个伏笔啊，穷者这把没有一个回光返照，所以对佩佩来讲还是很有机会能够保平争胜的。化险为夷上到20秒的时间，但是最后一台密码机好像还没碰上。OK， 碰上了。那么这个时间来讲是有一点机会，这前锋还想继续 OB， 得拖到那个军少天去点起点门，一个移形他是没办法像传送一样过去的。对，得走了，拉球跑了。直接交球，看一下这个后摇，远程抽，哎呦，非常的极限。这一波拉球是直接拉出了视野，如果他停在空地上，佩佩的一个双惊喜是可以直接把他给打倒的。对，起点门还没点到，那应该是点不开的。用移形再加空中飞人，还是能赶到去起点去拦。回头去点终点，军少天也得到信息不点了。尔明能起吗？尔明起了，不过起点已经没有车了。这里看一下，佩佩应该是可以利用双惊喜去把人给排到的。那应该这边也没地窖，军少天也没办法去走了。然后终点站那边可以点门，没错，是个大概率的一个平局，就等吧，架死吧。看了一下有没有地窖，没地窖。娃娃在附近其实也帮不太到什么忙，没错。这个绕场切木，最后收倒了军少天的火灾调查员，是的，保下个平局。哎，娃娃还想来偷，反正你短时间内击不倒我嘛。尝试一下，直接打倒。最后这把其实去鬼屋。去起点抓人的话，一定会用上这个过山车。错，那也得考虑自己带不带移形了。哎，他们是把飞行家放在了终点。飞行家放终点的话，得看他能不能拖吧，能不能把那个留下的那个回溯的影子给拖掉。如果说能够再拖掉以后，这波是去鬼屋，直接不管终点站的飞行家，甚至他还想往起点吗？还是进鬼屋了。鬼屋的话是杂技，这边东玄的天赋是带了快踩和狂暴，没有选择带通缉。也想先进鬼板牵制，因为很多监管如果往这个方向来抓，就怕求生者坐车，所以会带移形。但这把东玄带着闪现，你在鬼板牵制反而正中东玄下怀。是的，你没办法吃一刀再去坐车了。是的。所以毛毛回速有点骗回速骗了回来，但是还是有隐约拉近了身位。前面的双板区闪现还没好，这个板是挺危险的。再踩往左边走，下一个球能拖出来。是的，再跳一跳，看能不能跳到下个板区。还有1秒钟，应该是可以直接交出来了。2块板子一下，那对东玄来讲，要么踩，要么闪开了。回速骗刀吧。哎呦，反弹，但这里有闪，这就闪不敢翻了，翻了会震慑。是的，但球1秒钟可以交出来。那闪开了，被迫交闪。而且你没有回速啊！现在猫猫，其实猫猫刚才是可以考虑往外拉的，不过他还觉得这2个长板，我就在这里牵制，不干扰队友了。毕竟现在回速的 CD 太久了吧？是的，刚才到刀尖舞者了，拖出了溜出了个红球，再转到边上的一个小短板。哇，这里捏得很死，哎，但是有点卡，出现失误。太凑模型太近了，这里不能贴那么近的。哎，对，就杂技跳这种障碍物，基本上还是很容易磕到膝盖的嘛。对。那这一波其实牵制也是接近3台左右的一个进度，而且气象已经提前卡到了2楼。对你反而抓这边的话，这个化险为夷套的就很舒服了。而且这把也没有带失常啊！哇，鬼屋一台70多的大遗产。李宝再找一台破译。是的。哇，一个空中云飞过去，一个层云直接落到椅子面前，给到一刀，稳稳救下来。然后也知道自己牵制不了了，毕竟没道具了嘛，所以说尽量的往鬼屋后去倒，画的久一些。鬼屋外围。佣兵补鬼屋，然后让气象去修台新的佣兵，下一波救援以后可以死扛。没错。
规划的很好。再拿一刀，到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有可能挂到鬼屋里面去啊，看他挂桥上还是挂鬼屋里面了。但气象那台密码机毕竟还是你救人而后兴起，它会对比飞行家的慢好多，慢个40。但是没有关系啊，一会儿飞行家跟佣兵可以也可以扛刀，对对，因为他俩是有回光返照的，他俩有回光返照，如果说能够帮杂技给拖到一个相对安全点的位置的话，那密码机是有可能拖够的。对，那这一局是真有这个多跑面，但是你鬼屋的机但是毕竟子没亮对，那可能说佣兵救完人得再回去补了。得让他去找飞行家吗？哎，一刀。但是最后一台密码机停滞了，最后那台30多的密码机气象是给自己下雨了，那他们应该是准备保平打了。对，不打那个给自己极限，对，给自己来了个暖雨，没有破亿。然后让飞行家去多修，毕竟猫猫这里没回光返照，打那么极限反而是容易给到大机会。是的，就万一没扛到，对吧？人又倒在脸上，那么直接续节奏了。所以这一波把人挂飞，东学有一波神队先走，让杨洋多修。对，然后李宝的话可以摸摸道具啥的，想去抓杨洋，那就逼起点的人要修了。是。那这样杨洋是完全能够牵制到前密码机压好的。对，毕竟起点密码机进度还是比较多的，50多。想骗神坠修再传，他这个视角就很有意思。但他其实传的话，我觉得神坠那边也不怕呀，毕竟起点的车还在的。这里继续追，玄庭已经被逼掉了。神坠没有回光返照，直接传。看一下手上捏着一个陈云，这里直接飞起点回速。飞下去了。站台上没有上去，对，留在下面把东玄的回速给骗了出来。那这个点位，该坐车得坐车，吃一刀做。是的，毕竟你的刚刚是传过来的，而且逃离那边卡在附近啊，准备等你去追气象的时候，他会来补起点的。车直接开过去了。是的。有耳鸣，那应该能确定这里是卡着一个佣兵的。不敢找啊，找了你找到了，你把佣兵找到了又怎么样呢？他是有回帐篷的光返照的，密码机还是能够亮。对，他是有回光返照的人，所以你开门战尽量去针对什么呢？尽量去针对没有回光返照的求生者，或者说没有道具的求生者。又来抓牙牙，那起点可以修。神坠这波得躲起来，他知道自己没回光返照。是的。他是骗了一波以后，他知道神坠在这里大概可能摸箱子，找到了具体位置。那这里，有3抓面，我觉得可以直接开，只能直接开了。对，直接开的话，传送还是差一点点。他可以有机会去拦一拦飞行家，飞行家玄庭已经交过了，是的。这里神坠已经撑了很久，飞轮再翻回去，还能撑，而且门是瞬间点上的。对，佣兵已经提前贴门了。这里挂上还有一伙终点的椅子已经被做掉了，看一下门的进度。一直在飞涨，70多，那挂上的话，门刚好打开。够了。是的，好像最后压机的应该是刚好可以出门。佣兵嘛，我看气象飞行家已经到起点了，是，他肯定不是压帐篷，但压的起点。对，压的起点。但说法，我觉得使徒是这个求生队伍最想看到的。提前来的击球手，你使徒完全处理不了。是你跳了被打，你不跳。如果说脸上能碰到昆虫加击球这么一个组合的话，感觉还有点说法。应该更多冲着心理去。调酒师在大房自己能回一瓶，然后再调一瓶，击球手一来完2瓶回上了。是的。所以说抓心理，直接放猫，冲着心理的方向去。心理那边一花已经提前拉到了小房，这把求生者。都带上了双弹啊，他们拉地还是挺舒服的。小卡了一下魔，想骗他下去。是。等一会儿走另一边，高低差，第2只猫会交得很晚啊。很细节啊，在楼梯上等了一下，防止被反绕。对。那这里得到下一只猫了。咬到，但是还行，赶路了，可以补一波跳。这波能进板，心理这里。只要第1刀开的越晚，他越强啊！是，他这个应激你还没办法处理。下一只猫，第3只猫，这个点吓死了，这个点可以拿一刀，直接跳，再翻。这样的话，
可以继续拉到2楼，我觉得可以考虑直接跟诶，但是他没有交。来了，后面突然，哎，那直接踩了呗。先踩球，球感觉是拉近，这球感觉没有造成很大的这个追击的困扰啊。主要是拉开身距，让下一波猫只能赶路而拿不到10刀，移形加猫那就能有刀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击球手就肆无忌惮了呀。对，而且这一把苏打带了张皇加挽留啊。牵制到3岁脸上，昆虫，先把虫群处理。是的。我这波昆虫也没有拦特别久，硬拉直线。3岁在路上，要不要帮忙把猫给捡了？还是怎么说？应该是先躲。哎呦，但是球打出来了，有刀，拿一刀，换追了，这一波得换追击球手了。手上还有飞轮，击球牵制道具还是很多的，而且前面微窗没翻烂的话，也可以再交个台。绕了一圈，看到一花在脸上，又准备去追一花了。那这样给到了击球手去找调酒师要多弗林的一个时间啊！而且一花这里还能再交个弹射，没错。这波感觉还是追击球手会好一点。大龙怎么说？上虫直接推他，倒了，那就是让昆虫依旧。毕竟只有他带了一个化险为夷，他救下来以后再看3岁那边怎么保人。昆虫没有飞轮，这把依旧得小心别 A 晕 A 啊。是，但是好像还没动哎。这一波就是他救，只是想修量救。是的，那这样的话你来的身位就比较差了。对，3岁得过来帮忙分担一下压力才行。没错，先指猫，一刀。这边的猫先用虫群拖一下，哎呦，不过还是回来了。摊机子摊出问题了呀！化险为夷没有套上，那你下一波用这个猫，是使徒防你 OB 的呀。对，我感觉他可以直接交移形过去啊。对，然后再跳，是一个沉默跳。我觉得刚才他可以直接移形过去，给他晕了，然后再移形回来把人挂了算了。因为你再拖下一只猫的话，它不还是很久吗？再来个沉默。这波先拿一刀，那心里看一下，直接交绝术风筝。对，因为击球手的效果，它就是我在你脸上，就是要硬拖这个心理的一个字血，对，把它时间给拖出来就够了。那你还不如早点挂上，因为当时挂上的话，昆虫是半状态，求生者的化险为夷还是套不出来。但这一波的话，能干扰到机子，差的是3岁脸上这台，它可以挂过去。这样的话，3岁手上已经没有球了。后面使徒又很好打针对，这把还是构不成多跑的面啊，甚至有可能要出事。是的，这里要压一铲了。还好苏打是没有带底牌的。对，再给调酒师一个9，不是再给击球手一个9。不能救了，后面针对刀或者说他打一个 A 晕 A 能续节奏。是的，硬要来救吗？主要是已经保不了了，没球了呀。对，可能还是想尝试一下吧。这里能先拿一刀吗？拿不到，但没有关系，我不跳，我等你救下来，我再过去。对，不过这里是对调酒师主动先触发了一只猫，跳过来，这个淘汰进度很危险了，没有达到针对。那继续扛刀，然后击球手负责修，移形过来看能不能侧刀针对。这只猫还有1秒，交猫吗？交了，拉回来，针对，可以成功打到密码机，还差30%，但这边晕好了以后，调酒师来卡板了，打了个头，摸板刀，还能摸头，但是下一只猫晕住，还是等签。是的，终于成功把心理给挂飞。那现在看一下，还不够啊。回身跳，再补一个指引，再跳一波。密码机想强开，不行啊！击球手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太危险了。但是他是满状态，满状态的话，他应该也会考虑说吃一刀。苏打就拖技能呗，可以先沉默。交了，找机会 A 晕 A 也行。沉默住他就。你修不了，脱衣不了。对，这样的话只能走。后面有人过来了吗？有没有看到后面？好像看到了。反正谁碰密码机打谁，把自己的移形给拖出来，苏打。是。外面要调整就让他们调整，反正暂时先把脸上的人赶走，自己的移形一定要在开门战中拖出来的。对的。那能拖出来移形，甚至这把能多抓，因为击球手没道具，调酒也没道具了。是的。
虫群的道具也不多，这一把甚至有2个人没后空反照，多招面是很大的。对，摸好了一个击球，看一下要准备出击了吗？不太敢，想骗一波，多修吧。想把这把如果朱雀想稳定保平，还得让君少田去摸个道具，先补一补道具上的一个空缺。是的，但这一波直接压了出来，他判断穷者那边在进行一波调整，想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调酒师给击倒。不过刚好调酒师就是那个有回光返照的人，是这一波来得及压机嘛？这里好像有没有地下室啊？感觉应该是够的，应该是能碰上的，应该是能来得及。地窖就在这里，这边跳过来隔双刀打不了，运不住啊！密码机马上压好，还是攒猫吧。是的，直接通电。这把感觉应该是要奔着个保平的局势去了。地窖就在丝龙抓，但是君少田没任何道具啊。对，这把带的天赋也是一个双弹。椅子远一点，挂人的话门是稳开的。门是他可能会移形点的灯笼门，对，点的是灯笼门。那闪门方向没有人，这把是再次保平了。对，那也是给到东玄一个4抓的可能性。如果4抓成功会加赛。没错。其实能不能4抓一抓人就已经能看出来了。你抓的人的一个速度已经能看出来有没有4抓面了。不好说。他就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追击流。他可能手椅方面还得去打双倒，得争个双倒，或者说争个打个捐枭。直接选到大房，那感觉他可以考虑追祭司去吧。这样的话，至少我不会在追别人的时候有突然间2个长洞过来把人给掏走，也不用怕那种后墙后面的椅子被祭司。好，开局还是找杨洋的舞女。是的。开局应该还是要该拉点啊。先拉一下嘛。对，先拉一点距离，然后再找个比较舒服的板区去放减速盒。这把息弄再加上应该是愤怒，我这边交了一个加速盒啊，然后用华美舞步再次拉开距离，拉点。因为前期其实喧嚣在没有开空中飞人之前呢，他的一个追击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东玄主要是以这个狩猎本能加移速加成去快速逼近生距啊，没有选择双重惊喜远程去抽。想利用下板的时间上双球也没有上到，落地这一波。也没有上到，是比较亏的。减速和滑步，那这个位置想上2楼会绕一点点，有洞哦，提前一个长洞把人给带走了。对，那这里还是很舒服的，又可以走自己的一个加速盒。不过杨洋没有过去，选择反走啊。那原地再放一个减速盒，盒子消耗的很快，接下来只能靠自己，也没飞轮操作空间的。是的，看一下这个板能不能上双球。上到2颗，一个空中飞人跳过来，好高的熟练度，东玄。是的，前期拉点拉的祭司没有破译太多的密码机啊。对，为什么以前说跛脚羊呀，甚至到歌剧那个版本就已经没什么祭司或者昆虫前期来辅助牵制，就是因为你辅助了以后不一定有效果。是。跟进升级以后该秒还是秒。看似拖了很久，但其实上椅的时间。也是1分多钟而已，而且还等于说他没带失常，我天然少一台密码机。对你过来辅助，你是要牺牲密码机过来的，你必须要有作用才行。拉球还被火烫断了，这里想先摊前锋吗？看一下蓄力刀，飞轮躲掉了这一波伤害，那这样的话还得再回去管舞女。舞女这里也在骗，是的，舞女是没有带飞轮的。我小玉拉扯的位置非常漂亮啊！这个位置，东玄必须要追出来。看一下一个空中飞人，一个双重惊奇还是没有打到，2段都没有上到球。那前锋这一波知道你没技能，要不来哦，知道你没技能他走了。万一来了自己也捣蛋了，那这把才是彻底无了。是。但我觉得他刚交完2段双重惊喜是可以看一眼的吧？不过其实也拖了蛮久了，把密码机拖到了接近3台。冰环能不能再套一个化险为夷吧？就这把就是主要保平去了。是。逃离，没什么绕了过来。对的来说，这地方直接交移形。这波钩子交出来，没错。只要能贴椅子，还是能稳定救人的。是的，哪怕你上双球，中间也有一波间隙可以掏下来。双倒。怎么说？反走，离，差一个白。翻过来就给机会了。翻过来反而是给到了拿刀的机会。这个大洞能钻吗？
应该是来不太及。方扛刀扛成功了，来到了。而且这里东玄是刚教过的移形，对，没移形，他后面去找舞女。现在的空中飞人只有2段啊，在大房方向哦，也没人。对，没有帮忙摸，就是纯拖你时间。对你得过去找舞女挂飞以后，我可能已经把病患摸起来了。是的，是的。那这一波大动还是挺有用的。东玄交移形是有机会拿了个双倒，但是他们后面没移形，不好续节奏了。是。看一下，这差一台，密码机是4台左右的节奏，而且东玄他下一波想续别人的节奏也很难续了。对他要4抓，他现在还得秒1个人才行。不然求生者3个满状态来来回回拉扯，密码机差一台是很容易拉扯开的。是的，空中飞人过来，这刀脸上是大一闪，蹲了再爆点，就看这一波的排人吧。逃离那边也提前拉走。耳鸣若即若离，脸上小玉想回来偷遗产，看一下有没有什么3连击，但是密码机离的都好像很远。对，小房这边有2台，然后大房那边3连那里是有2台。东玄这里要开始追击小玉了。哦呦，这波绕这个双重惊喜没给到一下，但是第2波双重惊喜也只上到1颗球，再拉完全可以接受的呀。想切船吗？还是移形？切船。看一下，但是大的那台修掉了，大的那台是没有被干扰。那现在对前锋再修一台新的，然后祭司卡着救就行了。对。或者说逃离要带走吗？感觉他想带走啊。祭司是不是帮忙给动了？回来了，他就在这里牵制。哎，那祭司卡这么近，那人这台密码机肯定是要不了的了。一个震慑。然后外面看一下，外面密码机是25左右。神坠卡在这个位置，他很好的打动救人，你没办法去逼他，一旦去逼他，他就可能无伤了。对，你不逼他又不行，不逼他的话，等着密码机压好，那就是慢性死亡。因为这一局他必须4抓，你看无伤了，有一个长兜可以救，完全可以救。救了以后，你又得上个3色。是的，想针对这一波的神坠，说一下子2个标记，神坠还有飞轮。这一波看一下绕场切入，哦飞轮顶掉了，想再双球，飞轮卡掉1波伤害。哇，神坠看着转盘在走路，不给你机会，你绕场谢幕也没好，一直绕模型，卡这个墙卡的非常的精髓，一个空中飞人跳过来，还是没有拿到刀，给到1刀，但是前锋那边机子快了，不过病患可以去贴门。对，不过神坠这里想来个反绕，反钻，但是。最后一个双惊喜打倒，无所谓，一个人卖了就直接过来卡祭司，另一个人贴门点门就行了。是的，直接通电，只要跑一个。而逃离那边已经贴门了，贴得非常的早。对，现在就是小玉在脸上，他得扛住这一波压力，他不能被秒。前锋在10秒内秒了再去传门。对。先传门，那祭司肯定能被救。东玄忍不住了，因为他知道那边的门进入是非常快，这边一个沉默烫断了钩爪，但是标记不好上，一直贴墙。是的，击倒以后，另一边我觉得还没掏下来，救下来以后，祭司来卡更好点。祭司的，但祭司暂时还没道具啊，祭司得不被第一时间找到吧，往狮子楼那个方向去卡着。没有挽留，所以说点门你再去管点门的人，那前锋也能撑很久。你不管前锋，那前锋可以绕回去闪门点门，因为闪门那边是60多，没必要，直接点就行了，就跑一个，他们直接管跑一个。是的，甚至这一把神坠还有地窖机会，地窖就在角落，而且也有机会走小门，反正对他来讲有双弹嘛。应该是走地窖，一个洞，一个长洞，一个弹射往地窖冲，然后给上一个球飞了。飞轮倒是还没好，双球直接打倒，但是那边小玉也是成功出门了。那拿下一个3抓也是恭喜 TE 获得一个胜利啊！是的，确实是算是复仇成功了。没错，但是对于 FPS 朱雀来讲，是因为他比唐人街和永眠镇不强吗？对，就是因为这个。那肯定确实，那所以说还是看看 GR 这边有什么自己的考虑吧。我觉得其实也是挺麻烦的。因为佛教羊在临界的过程当中的话，他的技能是非常好预判的战术摁脱了。对战术预见的话，我猜平 A 啊、相持啊，对吧？可能会收益很高，所以说在追骑士的时候也并不是那么好追的，而且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出生在小木的方向，脸上是花瓷。带兴奋的话，无论面对空军还是面对到骑士，其实就都没有那么害怕了，包括像教授，对吧？就完全不害怕这几个牵制位了。
没错，那小天赋上的话是点到了崩坏以及通缉啊。看能不能逼出来一块表啊！但是星河这边很稳健，没有选择交，直接往沙包里边去找小迪的空军啊。那目标比较明确。兴奋还有14秒啊！如果让小迪提前见到他的话，这把枪肯定是留不住的。是，哎，好像看到了。这时候不选择交这把枪，往前的话可能就不好交了，就要有兴奋抵掉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是的。啊 ，CD 已经转好。其实刚才我觉得那个点是可以把枪交出来的啊。可能小迪也奉承了一个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啊，不要应该也是觉得说位置会拉得比较近，交了很有可能要吃刀的。哦呦，这个隔窗刀没有打到，想走一个8字，但是身位已经拉开一点了。是的。不过现在手上还是有愿力的。前面的话看看怎么走啊，这个地方就是高墙太多啊，对博奖来说没有视野是不好交的。对，这里的话不太敢交了吧？应该知道是带兴奋的吧？没有必要出刀这么急啊，就是他不用害怕。被打到枪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他的话就正常走，大不了开枪我交兴奋就好。我看他们那个走位其实应该已经预判到说年景应该是带了这个兴奋了，而且小迪你看他没交枪，对吧？从头到尾，要么我就兴奋好之前交，要么我就最后留着换他技能。没错，对吧？我临飞的时候，如果我能换一个兴奋出来，意味着你的底牌虽然转好了，但用不了。这边技能猜对了，直接走过来，一个荣誉共鸣把人救下来。给到一刀，先把盾打掉啊，顺便赚点存在感。对，但这里的话愿力还是比较多，马上进入到板区了，赶紧先交个龙。再给到一刀，其实这边很稳健。年锦的话也是怕小迪这种拆到一半笼子，然后我出刀，你突然钻到另一侧啊，来拖时间。所以站到这边慢慢给这个一刀。那小迪的话，因为这把枪的存在，队友应该还是选择救一波，还是得再来救一波。对，而且的话呢，可能得陪跑一下，帮状态很好，现在队友状态超级好，但是。通缉到了星河，好在提前交了怀表。节奏衔接的还是比较紧密的，明显感觉到这个地图对于博奖的克制还是比较多，他的一些龙子都交的比较谨慎。第二段没有摇到，看到了。第3段摇到了，这一刀没有打到。那星河这一波救人的话，稳稳救下，应该是啊，给到一刀。正常把人扯下来，你看密码机其实差的也不多，就差最后这一波他是打算说一起走来帮扛一下拆龙了，打到了星河。是的，打到了星河的话，小迪这把枪尽量还是要把兴奋给逼出来。直接到脸上，还是没机会交啊。那可以留给队友，我觉得可以留给队友，是吧？这不是虽然其他人是吧，骑士这边道具很多，交手没法捡，但是大副他是有机会捡的呀，对吧？那其实跟预想的，我觉得是肯定是有出入的，有偏差啊。因为这一波的话，按理说我们求生者的视角是寄希望于能够把兴奋交出来，这个底牌用不了。但是年锦这边因为没有被逼出兴奋，底牌直接用，导致过来找到了互摸状态的2个人。肯定是想先找一下这个大副，把这个表逼一逼。对，先交表，然后钻笼子，这样的话视野不是很好。年锦再回来找一下花瓷。对，找一下别人，但是一个后撤步被树挡住了啊。对，但没关系，技能猜对了。2个人，现在脸上是2个人。第二个的话，普攻他没有出刀啊。这样的话，用飞轮再规避一下，那这样大家这个年锦就知道，其实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了，啊，在他脸上交了化险为夷以及飞轮。现在愿力其实没有特别够啊，对，没有特别够，这个龙得谨慎一些。哦，这样的话是不可能每都猜对嘛，对吧？男人心你别猜嘛。确实，看看这边下一步找谁啊？一个关一场继承了这一把枪。对。花瓷的话也是巴不得赶紧把头盔用完啊，因为有更厉害的道具在等着他。好，那这里想排一排星河的位置，耳鸣是一直有的。星河其实早早就躲起来了，对，是吧？在花瓷爆点的一瞬间，就已经开始苟了，没有找到位置，确实不好找啊。放个笼子排一排，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是没有。感觉得去看一下密码机抖动的方向了，在这里继续找的话不太妙。对，这边是一个军工厂比较大的一个3连啊，在沙包里、沙包外以及大房。过来的话能看到脚印。对，花瓷这边的话手里有一把枪，而且现在辅助特质已经不是兴奋了，所以这把枪是真的能保命的。感觉要先交鳞片吧。啊，对，不着急。对。啊，鳞片骗出来了啊，这边还是一个黑龙钻不了。对，密码机的话到一半了。这把枪其实也可以去弥补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缺陷嘛。是的。啊，给一刀救下来之后，我可以选择开枪量。奈奈已经是提前贴到脸上来了。
其实这样子的话，年景是可以直接打一个 B 救的。是的。所以奈奈还得想办法再躲一下。传送好的年锦应该要留到最后了。这局的话，年锦要争一个3抓，因为可以看到目前场上的人唯一有回光返照的在压机。他大概也知道你们要开门战了，所以他现在不着急说架龙，我就可以直接攒愿力嘛。对，攒愿力了，开始打开门战了。你在等压机，我在等愿力。对。这个人的话直接救了，卡到半了，看能不能打到针对，直接交枪，交枪之后要选择亮，两个人拆龙的也很快，是的，但是手里愿力非常足，前面进木屋这个板子有机会扭掉吗？没扭掉，那奈奈的话是在脸上的位置啊。花瓷这波甚至飞轮都没有反应过来，对，那奈奈只得再卡一下这个人，但是会不会被发现啊？这个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安全吗？哎，真挺安全。他是预判到了可能往角落的方向来了。对，现在奈奈就是要拖另一边走门的时间了。是的，奈奈确实是很难走啊。对，但是也说不准。是有地罩的。哇，这样的话是直接拆龙的过程中击倒了，传送过来啊，没有太多的办法了。再快一点的话，大副也走不了。这样放2个笼子回去赶路，等一下愿力啊，等一下愿力，只要够放2个笼子了就 OK。哎，一个后撤过来，快，先把地窖站住，没问题。有点害怕，75%，其实还挺悬的，没问题，还挺悬的。是的，还好回来的早啊。那这样的话，第一局上半回战罢年锦是完成了啊。他的胜率还是蛮高的，我觉得他最后一手把这个守墓人搬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希望这把有机会有一个地下室。对，对吧？如果有守墓人可以直接进来，对。但是大副对着这一局跟你的4抓点，可能就缘分有点淡了。这个悬点它最好的破解方法其实还是点左上会更好一些。我觉得他这个悬点吧，如果能选到望远家旁边就更好。那肯定。如果选到望远家旁边，我没准真能找到。是他现在这个悬点。好的，底牌挽留加闪现。看一下，他选择是往魔术师的方向来了。追魔术师。这个地方因为是比较空旷。想骗一下红光，拉近一点身距。没错。魔术师的话是一个纯飞轮的前置天赋，上限其实不会像双台飞轮那么高，但是它是有一个打多跑、打平局的面的，因为有回光返照在。是的。只要努力活着开门战就还有。走到脸上，蒙到了！我的天。坏了，已经不如空军了，现在。那就只能在这个板区里玩一下了。OK， 哇，直接这里还有个地下室，小于空军。那我觉得得挂了，这个地下室节奏太好了。现在是这样，魔术师现在跟空军商量，我拿我剩下2根魔术棒换你一个假妹，你看可以吗？那肯定不同意了，毕竟那个空军是 MRC 的嘛。或者这样，我拿2个魔术棒换守墓人过来，可以吗？大副换一下守墓人。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点。我天哪！你没有一个守墓人的话，万一一旦有一个地下室就不好说了。你看这个刀很帅啊！刚才那个落地刀，他是先走，还是可以再再攒一攒愿力。对。你确定他进去以后就可以往外打一个龙罩住他出口。只能说现在寄希望于魔术师能够26起来。给到一刀。这样子的话，感觉都有机会出去啊！卡了一下位。隐身的时间完全浪费。那先出去，对，然后等一下看能不能36。能36，因为如果说闪现逼不出来的话，也是跟上局一样嘛。兴奋没逼出来，底牌变成船；闪现没逼出来，也是底牌变成船嘛。或者说我直接秒下一个队友就更快了。其实这一波地下室的话，感觉没有特别赚呢。没有特别赚，但是肯定也不亏。结合他的前期追击速度，就还可以。对，而且你和上一局做对比的话，上一局救人位没掉状态，对吧？这一局救人位掉了状态，那后期如果逼不出来这个闪的话，可能这一波救援我2个人掉状态。然后落地就是秒，对吧？封住了脸上的卡梦。骗一下鳞片，哇，还抽空弹了一下鳞片。这一下木鸭还是挺准的。没错，得看能不能帮拆一下，2个人一起再帮拆了。魔术棒一定要用。对，其实可以不着急钻。来，又帮忙拆。可以。卡梦现在的话，白鹿没有愿力，只能摁追了。对，我觉得要等一个龙，然后交闪，平地拿一刀，然后这边鳞片。拿到身上，还想要再继续帮忙。这边教授的被动被打下来，是2个人一起汇合。现在白鹿不敢轻易举龙的，是的。虽然知道脚印在哪里，还得有视野在交。我觉得闪现过来，但是打到了教授。小铁的话，同时也交出了魔术棒，教授还在帮忙。没错，笼子过来想把，哇，教授这一波真的燃尽了。燃尽了，小铁其实还有博弈的空间啊！
有鳞片，有飞轮。他尽量要拖一下卡梦的一个自愈，要不然节奏就在脸上。对，白鹿的话还得再等等自己的愿力。愿力够了。对，板子是提前先拍了，这样的话龙其实比较好。哎，一个小失误，没把自己照进去。有一个大失误，因为这个愿力是他为数不多的40点愿力，好不容易等出来的。对，看一下这边的话，看一下鳞片骗出来了，有飞轮，怎么说提前交了，有机会拿到。恐惧震慑可以。那现在的话，密码机是来到最后的40，冒险家身上是有60的。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其实他小铁36还是挺合格的。就是一方面卡梦也确实燃尽了嘛，对，但是他又撑到卡梦这个复苏了呀，对吧？所以说这个也不欠卡梦什么啊，可以，下一通缉到了是无心。好，这边的话冒险家99啊，这个树叶99的树叶，99白鹿，人是看到了，要直打接交这个打99树叶，直接点亮，门第一时间再贴。感觉要倒了，隔窗刀带走了阿策。阿策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提前翻的，因为他有一个肌肉记忆在嘛。是。现在的话，虽然门能开，但是卡梦似乎是走不了了，而且他没自愈。还能再飞轮回一波，没摁出来，没有自愈，那应该走一个了。对，稳走一个是没问题。哎，大副回来了，有操作的想法。不应该有想法，我觉得可以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想要操作一波。这操作啥呢？卡梦没有自愈，想摸起来是吧？但这里是能够看得见的哦。哦。你放下来你怎么摸呢？摇表，先把自己变得安全。但是我可以等你表结束啊。对。是吧？罩住。过来能找你。挂上。再摇表。再摇一段，一直都没法摸。想过来救援吗？下板把人摸起来，再摇一段表。感觉这一再罩住飞轮，交出来了，笼子他知道愿力不够，他知道愿力不够，3个人都在脸上，但是你要找谁呢？只能找1个人了。白鹿这一波笼子把自己调虎离山了。卡梦跟过来，这个没自己的，那卡梦这边没有自愈，挽留还有40多秒，无心已经到门口了，但是冒险家你就再也找不到了。对，冒险家他是一个确实很需要缘分的角色，但是他也是个半状态，在地上蹲着会露出来一个蓝色小花花。还想再排一下吗？完了，感觉路选错了。门口这里就完全没耳鸣啊。完了，往一条不过传送，也许还有转机。有吗？已经出去了，完全不敢待。但是因为教授没自愈了，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的。耳鸣是有了。对。但这个耳鸣很神秘，不知道在哪里。那太神秘了。卡梦，我觉得可以爬门了。卡梦在爬地窖吗？在爬门应该是。爬门的话能给压力，爬地窖是完全给不了压力的。难道说，可以做到吗？白没耳鸣了，要往回走了，感觉方向是已经锁定了。回镜定理一下呢，要不？阿策现在压力很大。很大。但他心率没有很高。没有，完了。太吓人了！我以后不要用上帝视角看比赛了，我要用白鹿视角，要不然太着急了。卡梦还在努力。我现在甚至不确定卡梦是先倒，就是先倒地淘汰，还是先爬出去。太神秘了！阿策这边已经换了地方了，他已经往外慢慢挪动了，但是脚印出来了啊！白鹿没看到吗？已经到地下室了。不是，他没看见脚印。没看到。他没看见脚印，白鹿。好像也对地下室没有想法。富贵险中求到了，我觉得要不去看一下卡蒙爬到哪儿了吧？我觉得白鹿现在可能连卡蒙的位置也不是很了解啊。看到了，找到了，飞轮。这一波都是黑龙，是的。没传送好了，这个人肯定是能捡到的。先传，但是冒险家有自愈。找到了，但是卡蒙是就是牵起来过的，看附近的椅子能不能挂上。这波如果摇下来的话，能把阿策的自愈拖出来，能做到吗？阿策的自愈已经到1半了。是的，那这样的话是一个3抓了。太惊险！起来也没有用，主要在这个点，起来也没有用。起来了，然后在地下室啊，这全是黑龙，无路可走啊。是的。那这样的话还了一个3抓啊，双方的话。够头疼了的，对吧？那我选一张喧嚣和歌卷员双强的地图，
我会很烦。对我把你喧嚣，你就有格局；把你格局就喧嚣。没错，其实还有一个讨论点，就是说，如果说里奥的回忆和月亮河公园都是针对像歌剧园这样的地图，提前就直接往起点丢了。反而鬼屋是占了野人啊，这个确实选点上比较有研究啊，因为你在终点这边追气象学家确实不太好追，但如果当你到了人皇桥的时候，可能好的，活木马出生直接往头图的方向来对，了，往桥上走，那卡梦就赶紧拉点，往起点那边走。哦呦，感觉并不是第一时间走的啊！现在这个距离，哎，不过白鹿这边也断影了，有点断影了。小路上是点到了快踩，对，点快踩狂暴嘛。这把的话，囚徒电击小子是让卡梦来操作的。是。那有没有人帮忙二战一下？因为鬼屋里站着野人，他出来一圈也挺费劲的，倒是。感觉应该是优先密码机了，就让他自己转2圈吧。没有人帮忙的话，卡梦会打得很难受啊。提前先把电给交了出来。近身位置很快。回速有刀了。只能上车。是的。很明显，从密码机破译进度来看，是没有人帮忙去点这个站台的。没错。卡梦这边也是比较贪啊，上来等白鹿接近以后再开这个车，保证自己的身距最大化。但是很难想象到闪现好之后怎么溜啊。没错，一波慢翻下来，但是直接被白鹿逮了个正着。对，闪现马上1秒要好了。对，但是闪现马上好了，前面可能还有机会省闪。我的天啊！牺牲了断影的这个代价，是的，则把闪现给省了。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说法，会发现其实虽然说前期给了比较大的拉点空间，但是依然凭借这个车也没有溜起来，比较常规的一个节奏。对，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帮忙点一下站台啊。如果把站台灯点了的话，这一局能溜的时间会更久一些。而且野人他多修一会儿少修一会儿，又有谁会在乎呢？对吧？本来修的就慢。可能囚徒在乎，应该是提前沟通了，说自己能牵制吧。可能就是让队友补遗产机的压力要更小一些。下注给到一刀，手里有闪现可以摊野人双倒。应该不打算摊了，两个人分开走。其实这个点的话，因为野人刚下注嘛，摊野人双倒，然后回速过来用闪现抓囚徒，这一局的节奏可能会更好。是。但是白鹿这边也是选择了求本打法，毕竟本身节奏也不差，没错，没有必要冒着一个让节奏更差的代价去让节奏变得更好，所以还是选择放弃打这波双倒。倒在这个位置的话，好处就是离椅子比较远，要挂很久的时间。无心的话呢，也能第一时间起到起点的密码机。看下一波救援的应该是小铁了。小铁的话也没有把遗产机给补亮。哦，遗产机，对，确实是没有亮。对，里面是野人的那一台机子，很少。对，这个他可能感觉得交道具才能贴椅子啊。交一个喷气背包，把自己的一个高喷省一下。这波因为是带有化险为的，所以卡蒙也是没办法上车，只能说往外再走一走，有电的看能不能电断啊。感觉逼不到闪。是。如果没逼闪的话，这一局节奏就非常差了，因为野人和飞行家两个人节奏，两个人这个状态都是半状态，而且前期的话 ，GR 他们的一个速修打法是主要把精力放在密码机身上。对。这又倒的一个难挂的点，但是没有逼闪。而且起点台密码机还在，补上一个人的状态，是吧？现在的话，其实白鹿是非常清楚谁在哪个点的，是，而且还在往回挂。耳鸣有了，感觉方向是能够大概确定。对，野人没调好，飞行家也极限摸好呢，已经70多了，应该能摸好。 80，哎，断影了。不过不断应该。极限摸好了，感觉要找飞行家了。但是问题在于还是有闪现，很难牵制的。先交一个喷气背包进入。鬼屋的一个双板区，哇，这个板子没进去，给了一刀。而且飞行家的话，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传送来找新的节奏吗？这边根本就没有人啊，这边是刚才囚徒连电啊，所以他在另外一台密码机没修炼之前有晃动。无心是提前预判了，就很早就走掉了。对，因为野人也并不是一个很好去牵制二阶格局的点。是的，其实这一波传送交出来的话是有点吃亏的，因为这边是没有说形成一个。比较夸张的3连啊，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白鹿这局没带技能，就送了一个技能了。对的，因为闪现的话，就是前期也没交。是的，这波过来的话，又把无心的这个猪给拖出来了，又上猪了。白鹿现在的话就是尽量把自己传送给拖出来。没错。
但是这个节奏的话，很容易会被对手运营成一个平局的。如果现在还是找不到节奏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技能交了，外面就放心的破亿了。对他们站的离密码机实在是太远了。我想过来追的话，就意味着我守密码机节奏会更差。小铁能不能翻过去？哇，恐惧震慑！我的天，很难操作了，其实。伏笔就是小铁这一局没有回光返照，而且白鹿应该也知道，应该也能知道。看一下吴昕过来去救吴昕这一局回光返照，就救下来帮忙扛。是。挂上的话，密码机应该差不多要好了。而且你看飞行家他倒在地下室。又倒地下室了。话说回来啊，是倒在地下室，它就意味着我救下来之后没有办法立刻把我的高喷交了，很可能要被压起身。帮扛不到。你看被压起身了。是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密码机要不要直接亮，还是再救一波？感觉要直接亮了。对。也上猪。上猪走了的话，应该就不考虑。你想，如果它不是地下室的话，救我下来，我直接高喷走，密码机先点亮，我先起码进入到一个有可能牵制起来的区域。但地下室的话，你就比较尴尬啊。因为这个车开到2站的话，其实没有机会再利用，是比较吃亏的，对于求生者来说。对，而且现在传送拖好了，野人的猪也时间所剩无几，下猪在起点这边给点压力，另外一侧门在点，如果能快速终结掉野人的话，另外一侧门还有机会过去击倒。他也没太多想法，就安心的无心了。哦呦，好博弈，但是身体卡住了。但是门有点来不及管了，差一点点。对，来不及管了。直接传。而且阿策这边手里不过刚才画的已经用了啊，已经用了，画了一个云。其实画这个层云挺好的，是吧？门没开，我就往后走，进上站台。门开了的话呢，我就随便用。这都做了2手准备。对，那这样选择4次，但胜率有75%，就是自信。是的，数据会证明一切，是吧？这是真有一点点没想到。没想到这张地图邦邦太烈了，是吧？可能班幸儿就是为邦邦做准备的吧。自达成一些。对。好。那好在这一把的话，邦邦可能腿会比歌剧人短很多，就是你上站台点车走。好的，火木马出生，张狂八卦阵直接往小迪的方向来了。邦邦也非常清楚要追谁啊，对吧？我前期克制的，不对。不对，有别的想法。年锦想了想，小迪的这个身距还是太远了一些，不如就攒雷过来追一下花子的飞行家吧，是吧？这个雷铺满了，哇！第一格伤害还是吃的拿得很快的，对，因为他这个雷是把整个站台都铺满了啊。对。那你交出一个道具，其实身位不是能够拉得很开。没错。你如果要跟我绕板的话，是能够攒雷来直接把你压在里面的。想反绕一下，帮忙攒3雷的话，就在站台上能固定拿一炸啊。所以花刺也是选择离开。一个高喷，没有太高，矮喷。矮喷，是这个矮喷啊，那感觉有点要毁了。飞轮，没认出来。这也太自信了，感觉比歌剧演员的追击更快一些，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啊，对吧？那歌剧演员你也得个1分多，然后交个闪现什么的。对。这说明年锦他的这个熟练度高啊。对，刚才有注意到他小天赋是有带到拘禁狂的，那这一波救援的话，其实压力是非常高的，而且通缉到了星河。被通缉了。但是没事，虽然通缉了星河，但是没通缉到小迪呀。本来也不是星河救，对吧？小迪过来，应有了。原地续盾，但是炸断，遥控雷，有点危险了。不对劲，感觉不太好救，得走了。啊，这个有点崩溃了，感觉。其实我觉得邦邦的优先级确实比歌剧演员要高一些。这样吗？直接就改正死。其实我们纠结的班位不应该是喧嚣和歌剧，而应该是邦邦和邦邦。好，来星河出场了，能不能拯救一下这个家？还被卡了一下位置啊，感觉上来的话有点危险了。年锦看刀，飞了，吃了一刀，但是人没救下来，自己也很危险。定时雷给收走了，移形还没用呢。这2分12秒。抬头一看舞台密码机，就剩奈奈了。然后马上这个如果亮的话，大概位置也能知道。应该是回去把星河牵起来一会儿，然后放下慢慢抓奈奈。哇，这一局的话，几乎是一个99.99999的4抓局啊！往大家都没有想过的方向去发展了。邦邦还是厉害呀，年锦还是厉害呀，说实话。
现在奈奈没有办法，我只能摁着头皮可以让他说。摇下来。啊！直接挂这么对，直接，因为没有地窖，确实，因为没有地窖。 2台97，努力一下行不行？哎，牵制的过程当中，把那台97的修就亮。经过摸一下。奈奈还有机会。在拯救奈奈的只有站台的车，交一个球，然后弹去站台，因为他移形已经交过了，或者看有没有我们可以再交。交易一下，对吧？我用那台49的换一台整的，可以吗？不太方便。不太方便吗？不支持讨价还价这一块。奈奈走位还是很好的。奈奈走位是很好，但是谁把是密码机修一下啊？很急呀、坏了。哦，躲过这一刀，是。但是还有很多刀等着他呀。雷还有很多啊，不小心走到雷上了。关键那台密码机在哪儿呢？会是鬼屋吗？感觉应该是星河那一台。坏了，倒地了，4台密码机被破译。击倒奈奈完成还了一个4抓年检，这脸有哇，点我就疼。知道。对，就像刚才说的是吧？这个邦邦的班位优先级要更高一些啊。那现在的话也是不出所料是吧？拿了使徒安。那刚才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回光返照要。这个悬点的话，感觉还是得往小木方向去啊。其实看去逼个枪也可以，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枪提前先吃出来。好的，进入比赛方面，这局带的是兴奋啊，直接往中场来了。看空军带着这把枪已经往后窗绕了一圈，开始。对，这局兴奋的话，空军还是尽量要把枪提前交一下。对的。提前交一下为好。是的，小天赋点的是快踩和狂暴。要不然就把枪留到最后，用来弥补某个队友的回光返照这样子。但是前期的话，自己的追击还是要保证的。还是能再绕一圈啊！沉默跳过来非常熟练了。可以看到花子的基本功很好，但是转点思路就很清晰。对，转点思路的红教堂是最公式化的一张地图。对的。一定要把公式用好，偶尔来点灵光一没错，闪这样。这里的话不太能够避免掉这只猫了，还在博弈卡一个冷不丁跳，但是已经提前拉走了。这个枪不太好交了。交了就兴奋顶掉嘛。是的。所以不太好交，直接翻啊。主要是刚才的话，闪现也没有好，即使是的话。对。好，来看一下前面这只猫，应该是要准备拿刀了啊。还能扭掉，感觉直接贴脸交，但是要吃刀，扭掉了，还是要吃刀。对。对，不过不敢翻。但技能是吃了出来。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边再蹭一个弹射。立刻拉远了距离。对，其实已经牵制很长时间。前面还有一个弹射信。没错，这个毛拳的范围还是有点大，扭掉了，我的天！奈奈是想要过来帮忙一下吗？对，奈奈这边准备放狗，是吧？对，再等宠物之间的对决。看这一波卡红光跳，一下有合成吗？没有。对，想过来帮扛到了。MRC 这个配合拉得非常满了。是的，那你这样邮差吃刀的话，就换抓邮差了，反正都是一挂。但是邮差没有回光返照啊，这个事情区别还挺大。万一是吧？开门战因为这个，哇，飞轮当面交了。哎，这个飞轮交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可能想顶一波跳。但是他只有1波跳。感觉还是想多活一会儿吧，毕竟人对生命的这个渴望确实是。那这波救援牵制就等于奈奈牵制了2分钟。对，但是主要是奈奈这一波他是把自己的飞轮暴露出来了，这个可能会成为选择为了抓花瓷，逼你们先把花显唯一给把花显唯一交出来，但是你会丢掉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哦，这也是这个问题啊。如果邮差守到最后的话，邮差是一定能上2挂的。上了2挂开门战，他没有回光返照，击倒他，切船过去保个平，是吧？平局板上一定钉，这局就是对于 GR 来说基本上拿下整个大场。但是如果打换挂的话，会不会有机会能提前淘汰一个人？飞轮这边，飞轮交了之后就干脆跳到一半，我往折返了。对。这边再把佣兵的化险为夷给。星河这一波救援其实压力没有太大，因为空军他还是比较耐做，对，直接无伤掏，能看一下能不能帮扛。佣兵这边给一刀，然后开出2段跳。这样的话花瓷再上挂，应该密码机也是压不好的。对，直接传送过去找奈奈，
钓鱼打法，最终还是把目光锁定在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的身上。点点这一把打得好凶，对，他一直在打求生者的一个猝不及防。哎，狗是不是得回来了？哦，狗刚才是送信去了，是吧？刚才送信去了，我以为扔出来了。那最后时刻给送了一个勇敢，还压到了一台小的遗产。这个问题啊，回光返照这个事儿，谁给解决一下？现在现在已经不是回光返照问题了，是这个人他没有化险为夷的话也活不了，感觉也撑不到回光返照的时候啊，是吧？对他已经就是救下来了，他可能就得倒了。就来给到一刀侧刀，没有打到，晕了。哎呀，哎，咬到了，还能牵制。哎呀，真没白疼你啊，这个狗。那前面的话，小迪在可以帮忙交点道具。想打针对打不到，年锦现在很着急啊。是，都来扛了吗？没有回光返照是这样的，团宠知道吧？拉跳过来，单跳。猫已经拉过了。哎呀，撑不住啊，其实。没办法。这样的话，密码机点亮。这局的话，想争3难上加难呀。那边门已经贴到了15秒的时间，门应该是能先开的，但是猫跳也快好了。对，想冲门那边有地窖，与时间赛跑，想等猫扩大点再跳拉过去啊！佣兵把猫吃了，佣兵把猫吃了，那边有地窖，能完成一波3跑。星河这一波关键操作锁了是吧？锁了。那路头的话，调天赋了，需要一些地下室，是吧？看今天谁跟地下室比较有缘啊，给他我再留到地先把夹子封住，然后找幸运儿。幸运儿6路头的话，摸的道具可太多了，是吧？这个怀表、香水儿，这个护腕是的，球、娃娃都行，反正能挡钩的都 OK 呗。好的，来吧，直接交钩往幸运儿的方向来赶了。开局没有没有补夹，对，底牌挽留，兴奋。幸运儿的话是摸了球，啊，许愿了球，成功了。对，带到是终极。放了一个夹子封住窗口，交钩。已经拉球走了，看不到人影了。2段钩，哎呀，这段还只用了一半啊，1.5段钩啊。那前面的话是能够进到板区的，前面的追求都不会很好了，是的，对吧？就是你路头的话，你要追求一些极致的东西，对吧？你要不把追击做得非常快，要不然手椅的话求一个地下室过来。对，直接板前面封夹，把它压在里面。地下室感觉挂不进去，追击速度也不会特别快。给到第1刀，幸运儿这边有一个庄园老友啊，非常的快跑的。直接到墓地去了。墓地的话还没有布夹，没有提前封过夹子，感觉还能再到前面的板区去玩一下。对，而且还是兴奋，终结能力不太行的。回来了，往回走。把夹子放夹，对。过来，哎，直接给幸运儿架住，但幸运儿的话突破重围啊，不在板子那边玩。前面的话够翻吗？哇！但是被模型给挡住了。好坏的石头。那3台还能再玩啊！你现在没有闪现，很难去终结。对，你只能靠本体自身走过去。是。而且这里再转到下一个板区的话，还得再博弈一下。不一定能拿到刀。但提前下的话，有机会了，有机会拿。空了，走位很好。还在秀。是的，还没拿到，能够窗弹了。交一个窗弹出来。又来到下一个板区。前面。应该是要倒了啊！但是这个密码机进度吧，已经很够了。保住平局这一局的话就够的情况之下，这局真的想不到白鹿有什么翻盘点啊！是地下室倒是在木屋，对，你看耳鸣挂不下去。守墓人已经贴了过来，但也看到了位置有通缉。守墓人也没有办法继续神秘下去了。但是想去逼守墓人救也是一件难事儿啊！比较难，直接下场我也不过来，对，我慢慢挪过来。但对他来讲有个好消息，就是空军现在至少现在破1慢一点点。对，但是毕竟他们不是要争3跑啊，是人压满救都可以。对。啊，压满救了。我其实刚才还在想一个想法，如果说卡万过来救，能够勾到一个震慑救不下来的话，也有机会。但是吴昕这边
明显是想等密码机压好再来啊，是吧？而且迅儿他是有过来提前回光返博弈照的，对，我在椅子这儿等着，我也不救，对吧？我不救，然后你爱勾就勾喽，你也没有对二你爱勾阶就勾，反正等对一会儿密码机压好我再扯。对我那会儿震慑都行。对，再等一等，嗯，是吧？再等一等。我想也是因为空军的这个问题，所以他破译会偏慢一点。其实再等一2台机子应该是差不多的。哇，想去抓吴昕这个节奏，但是没有抓到。这一刀迅儿，这一刀对，迅儿已赶紧经跑稍微省下好远了，我的天！密码等一下可以机已经找一个压好了交互就直接亮了。被直接亮了，因为守门人已经贴到门了。对，直接亮。再交一波弹射，哦，人已经走很远了。白鹿这个技能是完全用不出来的。只能先找挂飞的人。是这边的话好像没带 UB 啊，这一局。哦呦，这个钩子有点预判他想。阿策就不溜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你很难挂。对，中间还站着一个，只能先牵。那边两边门打开，各走一个。至于卡梦能不能走，其实无所谓了，因为比赛已经拿下。卡梦感觉也能走，手里有把枪，而且他脸上其实是有地兴窖的。奋顶掉的话，看一下这波地窖博弈，能不能先封住？哎呀，啥招都没有啊！对，就大家都在几万层博弈的时候，卡梦直接飞轮走了，说是。就已经不跟你博弈了。那让我们恭喜吉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没错。